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拜登政府重新评估中美贸易协议，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下周前瞻啊，那为了防止把下周前瞻漏掉，我们先做下周前瞻。2月1号，海警法实施啊，那么海警法是11章84条，那么重点的是什么？重点是赋予海警那个动武的这个权利，授权他动武啊，所以海警法的实施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影响很大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法律啊。然后是政府督察工作条例实施啊，国务院有一个督察条例，国务院督察条例出来之后，国务院就有一个督察，国务院的督察的这个角色出来。这个督察和什么相对应呢？和这个中共中央有一个巡视啊，这个巡视制度啊，政府有一个督察制度啊，这个中共中央有一个巡视制度啊。中共中央的这个巡视组啊非常厉害，抓了很多贪官啊。那么也是巡视制度在王岐山手上被发扬光大啊，做到一个非常大的系统。这个非常大的系统，成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梳理他的权力架构，那么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那么现在呢，国务院又出了一个政府督察啊，政府督察呢就等于是，李克强手里也有一个棒子啊，那个督察这个巡视呢是习近平手里的棒子，那么现在这个李克强手里也有一个棒子啊，这个棒子当然没有那个巡视来的大啊。然后就是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实施啊，那么2月1号开始。银保监会发布的一个互联网保险业务啊，主要是规范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无远弗届那么对一些保险公司来说，它会产生一些冲击啊，然后它就开始进行一些监管啊，监管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不出事儿，另外一个目的对国有保险公司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啊。2月1号，花生期货交易正式挂牌，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然后是2月1号，科创板股票这个开始沪港通可以买科创板的股票啊。2月1号，就基本上2月份的主要的事情都在2月1号了啊。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医保定点管理办法实施啊，这是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啊。那么他公布了2个，一个叫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二个是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都是2月1号开始，就是规定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可以通过申请签订医保协议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啊，然后明确这个协议签订的基本条件和流程。那么原来定点那当然要收很多的钱啊，那么你现在可以申请那门槛降低啊，门槛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海南自贸港发改委跟商务部发布的这个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就是2020版2月1号实施，共27条。那么海南呢就建一个自贸港，自贸港是从2023年开始封港想打造一个独立的小环境啊。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忘了一件事，习近平指定的项目啊，忘了一件事情，自由贸易首先有个前提，你必须要有产业，你有产业才会有自由贸易港这个概念，它才有自由贸易港的需求。你现在海南只有2个产业，第一个产业是什么？第一个产业就是旅游，
所以你每年都会听到很多海南宰客的这个新闻。它的主要的产业是旅游啊，旅游养很多的人，它主要的就业方向就是旅游。第二个产业呢就是房地产，全中国的大的开发商都在海南盖房子啊。那么海南成为东北人在度假，就是冬天过冬的一个主要的地方，所以你在海南看的很多东北菜馆，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海南没有其他的产业，就这两个产业。那你搞个自贸港拿来干什么呢？因为有自贸港，所以产业会跑到这里来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先有产业，才有自由贸易港，才有贸易的发展，才会有自由贸易的需要。如果你连产业都没有，你搞自贸港干什么呢？养鸟吗？所以这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说2023年要封港，把整个岛封闭起来，然后就在里面可以就是进行自由贸易的各种项目。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一个部署啊。然后拿一个这么大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海岛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既愚蠢又蛮横啊。市域铁路设计规范啊，国家铁路局发布的市域或者市郊铁路设计规范2月1号实施。那么主要是连接大都市圈中心城区和周边城镇组团，通过这种通勤客流提供快捷、大运量、公交化的这个轨道交通系统。它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规范啊，就是等大家都盖的差不多了，它规范才出来啊。一般就是这样啊，中国的事情就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房就是皇城嘛，我们都是皇城嘛，哪还能让你做短租呢？所以北京的定位就是皇城啊，大家记住，跟皇城没有关系的功能都会慢慢的被去掉啊，它会让它尽量的让它更单纯一点啊，就是皇帝在这里，其他人不要骚扰我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2月2号。欧洲议会悼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啊。德斯坦是欧盟一体化的主要的推动人之一啊。2月4号、2月3号没新闻。2月4号，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一个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支持外贸稳外资的通知啊。我们之前做过这个5个方面。这5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政策很简单，就是讲把沉淀在外汇管制系统过程中的资金释放出来。因为很多的钱，因为中国2018年实施史上最严格的外汇管制，所以外汇管制渠道，就是比如说从外面到中国的钱，从中国到外面的钱，它中间这个环节有很多资金沉淀在这中间环节。那现在钱不够了，现在资金紧张啊，怎么办？通过一些简化措施，让沉淀在这中间环节的钱尽快的释放出去啊，就是经济不好的意思啊。2月5号，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有效期再延期5年。2月5号，缅甸开始接种这个武汉肺炎疫苗。2月5号，虾米音乐关停，很可惜啊。2月5号开始停止服务啊。然后是2月5号，快手在香港港交所挂牌上市。快手这次在香港上市，引起了这个风潮啊，引起了一个风潮。快手在香港上市的风潮不亚于蚂蚁集团在香港上市的那次风潮啊，这次风潮也非常的大，也冻结了2-3千亿的资金啊。2月6号，国际法院法官上任，5位法官，其中有1位是中国籍，
中国籍叫薛汉琴，日本籍叫岩泽雄司，德国籍是格奥尔格诺尔特，斯洛伐克籍彼得卡通，乌干达籍塞布廷德2月6号开始任期9年啊。那么中国在非常精心的部署去占领全世界各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啊，那么在这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精力、人力、物力啊等等都往里面放啊。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这些渗透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啊，其他就没有了啊。那下一周没有太多的事情，下周最大的事情就是海警法实施啊。好，我们讲今天的主题，拜登政府重新评估中美贸易协议，什么意思啊？拜登政府1月20号，拜登总统1月20号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今天才30号，总共才10天时间。其实你看，好像过了很长时间。那可见这个拜登政府还是很有效率啊。那么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外界还是在观察拜登政府他的愿景，他的政策框架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有不同的看法。他做一些动作，我们来做一些分析；他做另外一些动作，我们又做一些分析。其实不会有结论啊，我们是一个进程。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讲啊？昨天，白宫新闻秘书 Psaki 就1月29号，他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是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稳定的规则，就是白宫的新闻秘书每天都会去这个新闻简报室啊，跟所有的媒体报告，回答所有媒体的问题，报告他们每天要发布的信息。所以这其实是美国的一个传统，美国政府运作的一个基本的规则，也是保持这个政府政策透明度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为什么说川普总统他用这个推特取代美国政府原有的这个新闻发布的方式，对美国整个政府的运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大家是知道信息是什么，政府的信息其实它是一个国家运行的一个基础，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媒体代表公众向政府提问，有什么疑问政府要回答，这是一个保持社会透明度，保持一个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基础。所以川普总统他自己把这个功能给去掉，他用这个推特代替，晚上2点钟发一个消息出来，人仰马翻啊，这个是不可取的啊。那么拜登政府现在恢复了这个制度啊，恢复这个制度其实让美国的政策更有可预测性啊，这个很重要。一个政府的政策有可预测性很重要啊。那 Psaki 就昨天就说啊，拜登政府正在全面评估所有由川普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措施啊，其中包括中美贸易谈判协议啊，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啊。那么当问到这个现在第一阶段协议是否仍然有效的时候，他这么说，Psaki 说，上一届政府所有政策啊都纳入评估范畴，以确定这些政策符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原则，因此我不会假设每个政策都会延续啊。那么 Psaki 说，拜登政府重视中美关系，当中包括政策实施力度，也会考虑与盟友的合作。拜登政府以强势立场处理中美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将会就如何与中国合作进行协调和沟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宣示啊。那么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是拜登政府正在进行这个政策架构的重建
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那么通常我们讲，你要建立一个政策框架，包括是哪些东西呢？包括一个你的愿景，你一个政府，比如说拜登政府，你到底对美国的愿景是一个怎样的愿景？你要制定一个愿景，这是一个大目标，我们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愿景之下，你会有一个政策目标，我怎么样通过一些政策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就是政策的架构，你会有哪些政策？比如说对外关系，比如说国内的经济、民生等等，你会有一个政策架构。然后政策架构它有一个相互的关联是什么？你比如说安全，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那它跟哪些政策有关联啊？政策的关联，还有一个先后次序，哪些东西放在前面，哪个东西放在后面，哪些东西是因果关系，哪些东西是这个前后关系，哪些东西是并联的关系等等啊，就是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策框架。然后呢，你制定完了这个政策框架，把这政策框架制定好了以后，你就开始干什么？开始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啊。这个现有的政策当然包括两个政策，一个政策就是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政策，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我现在匆匆忙忙制定的一些政策。那这其实那个很少，主要是上届政府的政策，那就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这就是 Psaki 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动作，就是全面评估所有的川普政府遗留下来的政策啊。那么他做的是这个筛选评估，通常会做哪些？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去除，把所有现有的政策框架相矛盾的政策全部去掉，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上来这个拜登是9天，拜登上任9天，签了47个行政命令，大概余多半是干什么？是把原来川普政府的政策给改过来，就是原来错误的认为矛盾的政策把它纠正过来啊，这是一个啊。然后还有按照先轻重缓急进行排序，哪些政策是紧迫的，我就先推出；哪些政策没那么紧迫，次要往后放啊。然后对这个需要进行强化和弱化的政策，有些政策觉得它需要强化，很重要啊。你光有个这个政策不行，我就修改它，强化它。有些政策不需要那么强，它占用太多的资源，不需要，弱化它啊。然后根据这个需要推动新的政策，不断的出去，把这个政策框架让它更完整，大概就是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拜登政府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持政府的政策。第一，你要有连续性。什么叫连续性？没有连续性的政策叫什么？叫朝令夕改。朝令夕改的后果是什么？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的原因通常是朝令夕改。所以第一要保持连续性，第二要保持整体性。你不能有些政策没有下文，那不行，你一定要有连续性，你是一个持续的线性的政策，而不是你这个政策推到这里没下文了，断头路，那就断头路啊。然后呢，你的政策呢还需要非常清晰，非常的清晰，清晰的政策才可以预测，才可以预判。可以预判的政策，很多一个国家的运作才会正常。因为所有的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一下，我做这件事情需要做一些基本的判断，其中包括什么？政府的政策。所以呢，要清晰，要可预期啊。然后还有，当然这个政策需要有逻辑。逻辑讲的是你每件事情往前走，你要有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啊，并联等等啊，有逻辑。还有关联，你一个政策出去，你和其他的政策的关联就是前后左右，前后就是逻辑，左右就是关联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从 Psaki 的这个发言的角度，你可以理解，
前一阵子啊，这个你可以看啊，前一阵子这个主要官员在听证会的发言开始往回收啊，有些话他原来这个拜登在选举过程当中，在整个的就任之前后，都会有人问他一些政策，他也会回答，因为他不能不回答啊，他必须回答。但是他回答之后呢，现在呢，这些政策都要 review， 都要重新评估，那他有些话就得往回收，不能说得太满。这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理解之前一些这个主要的阁员在听证会前后的一些话开始调整的口径，可见他们的确是非常有经验啊，所以不能说得太满的原因就这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昨天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宣示，就是沙利文。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啊，沙利文看得过去很年轻啊，他1月29号出席这个智库和平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视频会议啊，这个视频会议叫2021交接接力棒啊。这个会议是什么呢？是和平研究所从2001年开始，他每一届政府他都进行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交接仪式。那其中谁呢？这次就是出席这次会议的是谁呢？就是沙利文。沙利文是新的国家安全顾问。上一任是谁呢？上一任是奥布莱恩。然后还有一个谁呢？还有一个就是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啊。赖斯我们就很熟，因为我做记者的时候，赖斯就做国家安全顾问那然后在这个视频当中，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大家知道是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助手，他跟美国总统基本上是形影不离，他永远是在总统身边的人啊，所以国家安全顾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这么说，他说呢，目前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挑战是如何整理好自己的房子，是美国如何重振的问题啊。他说，美国目前面临武汉肺炎疫情、经济危机、宪政受到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分裂、气候变化等问题。沙利文引述拜登总统的话说，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大家理解一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对拜登政府来说，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打扫自己的房子，打造实力地位。他说，只有拥有这样的实力地位，才能应对包括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以及其他影响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跨国挑战。理解了吗？他说中国攻击美国，说美国分裂了，说美国制度不行了。中国领导人还不止一次的说，当然讲的习近平中国可以提供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和美国推动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完全不同。沙利文说，应对中国最有利的做法就是让美国模式继续发光发亮沙利文还说，第一步就是回到重振美国的话题上，重振我们的民主基础，这涉及到从民主制度本身到种族和平等等问题，到经济平等等，让美国的模式闪耀在各个方面。他说要让民主模式什么呢？自由、繁荣、和平等模式继续闪耀，美国必须与民主国家的盟友和伙伴联手。他解释说，他说美国经济占全球大约1/4，如果和亚太、欧洲盟友联手之后，民主国家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全球的一半。这样不仅会提供更好的制衡力量，也让民主可以用同一种声音说话，捍卫我们所代表的原则，更能抵御中国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措施。他说，未来美国还要大力投资先进技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清洁能源科技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最后，美国要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价值观大声疾呼，并做好
随时捍卫他的准备，让中国为自己在新疆、香港和台湾采取的行动付出代价。沙利文讲，加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解决国内威胁的关键，包括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在内的这些威胁，并不是在孤立状态下滋生的，而是世界趋势的一部分。他说，加强联盟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关键啊。他说，如果我们与民主国家联盟、民主盟国和伙伴步调一致地推动我们的自由、繁荣、公平社会的愿景，我们的行动最为有效果啊。他说，对美国构成最大的，他说在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问题上，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没有多少分歧。那么挑战包括什么呢？中国、俄罗斯、伊朗。不过美国应对这些威胁的方式将会改变啊。那么沙利文说美国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发声，必须具有清晰性和连贯性，并让北京为打压新疆维吾尔人、镇压香港人和威胁台湾付出代价啊。然后这个奥布莱恩点评了一下，说这个新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有很好的开端啊，肯定了一下啊。然后就是沙利文说，拜登政府下面就是俄罗斯跟伊朗啊，他其实简单的讲了一下。他说，拜登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目光清晰、头脑冷静、务实的办法。他说，白宫提出把俄美之间的军控条约，就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再延长5年，就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这是故事的开始，将会围绕着一系列核挑战和威胁展开严肃和持续的谈判。然后这个沙利文就严厉的批评川普政府，说这个主要的是对这个伊核协议啊，集中在伊核协议。他批评川普政府伊朗核协议退出伊朗核协议，加大了这个伊朗的威胁性。他说这个伊朗核项目过去2年有了巨大的进展，川普政府极限施压未能遏制这个伊朗对恐怖主义和其他恶意活动的支持大概就是这样。沙利文的宣誓有几个含义我跟大家解读第一，他表明第一个就是先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是战略优先这个我们之前的基本的预判是一致的就是美国拜登政府战略优先，肯定第一个就是疫情，第二个应该是经济所以他现在在搞定什么呢？疫情当然他已经推出了200页的一个疫情的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在做这已经开始推动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1.9 万亿1.9万亿的紧急救助方案。那他现在下一步就是 1.9 万亿的这个紧急救援方案然后才是其他的所以当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他自己推动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其实讲国内，其实跟国际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首先是国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宪政受到威胁，其实是跟国会大厦冲击案是有关联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国内问题战略优先，这第一条。第二条，用强大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竞争的方式压制对方就是老实讲，就是先让我自己强大起来，对付他，我更有力量那么这个跟川普政府的方式非常不一样
那么也许这种方式呢，可能这个口号喊的没那么多啊，你不能喊太多的口号，基本上不能喊口号，你基本上就该做的事情就做，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强化盟友的合作啊，第三个就是拜登政府已经把跟盟友的合作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其实任何美国政府啊，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不用讲这个事情啊，因为本来这就是政治现实。但是拜登政府没办法，他必须讲，因为美国优先在前面，他不讲不行。他其实讲给谁听？讲给他的盟友听的啊。第四个是建立更专业的政策体系啊，就是我经常讲，川普政府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的政策没有连续性，没有战略，他的政策像千岛湖一样，相互没有关联，而且不可预期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你可以看到，就川普政府的这些毛病，拜登政府在纠正啊，这就是个纠错，或者是我们讲这个纠错的一个机制，他把它纠正过来啊，让他的政策框架更专业、更清晰、更协调、更有效率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本来还有一些我就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再讲两个，一个叫这个普雷斯托维茨啊，普雷斯托维茨呢是一个智库啊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他做过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奥巴马4任总统的顾问，他出了一本书啊，他这本书叫什么？叫这个颠倒的世界，美国与中国全球领导力的竞争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n,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 这本书是1月份出的新书啊，然后他出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啊？他有个重点就是不要和中国谈判为什么？他1月28号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他说美国要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来对华经贸政策，承认我们几十年来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用处的。他这本书呢，描述了中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主要的挑战，以及美国和自由世界为应对这些挑战而要采取的这个战略。他说美国呢要拿出应对战略必须比一个目标狭隘的贸易战更复杂、更全面，而且要提出美国和盟友不违反国际法或国内法的情况下，可以单边使用的战略啊，就是他提出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应对战略不能够仅仅像中美贸易战这么目标太狭窄，它要更大范围、全局性的一个战略啊。他说他说要脱钩的不是我们，其实是中国。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哈，中国跟美国的脱钩从1993年就开始啊，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你看哈，93年中国开始建自己的 GPS 系统，就是现在北斗啊，就93年就开始建。然后呢，1997年中美之间还在谈判的时候，还在谈判加入这个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建自己的防火墙啊，建自己防火墙。那么他说这个中美脱钩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9条车道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封了一条，其他8条还开着。他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其实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啊。他给拜登的建议是什么？他说建议美国需要一个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中国有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我们必须有我们美国制造2025啊。这个人的建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有一个卸任的高官发表一篇匿名长文啊，这篇匿名长文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当年这个1946年，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凯南写给国务院的长电文。这个长电文是什么呢？这个长电文建立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凯南长电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啊，他写给国务院的一个其实是一份报告啊，就是认为美国要进行一个制定一个长期的遏制战略，遏制苏联。他认为苏联是这个国家是不行的，有问题的。只要美国遏制它，它就会从内部崩溃，他是这么理解。然后这篇文章是谁？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匿名，因为他说是一个什么呢？有丰富中国事务经验的前官员。然后他这个名字叫什么？更长的电文，迈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那么提出这份长电文和什么有点像，很长，这篇文章非常长。它和它的长度跟什么有点像？它有80页啊，80页。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公布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是74页，它这边更长的电文有80页啊，80页。就是发表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啊，然后这个美国的政治网站 Politico 发表它的摘要有一个观点，他只取了其中一个观点是什么？他认为不应该把针对中国的战略瞄准中共。那其实有个进步，这里面有个进步，什么进步？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开，中共不代表中国啊，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对中国认识的一个飞跃，就是把中共跟中国分开啊。然后这个长文呢提出新的看法，他说把目标对准中共还是不行，因为什么？中共有9100万人啊，这是比很多国家都很大，力量也非常的大。你把目标对准他一抱团，这个还是非常困难。他说这样应该怎么呢？不应该把目标对准中共，应该把目标对准谁？习近平集团。把政策制定成什么呢？把政策制定为令遏制习近平，让习近平自己崩溃掉、瓦解掉，让习近平集团瓦解。这个政策目标比对付中共要更容易啊！这是一篇这个文章，大家有空找来看一下啊，我就不详细再说，它还有很多的内容，我就不说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又超了啊。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是在分析拜登政府的整体的政策，它是在怎么样的进行构建。那么其中我们现在明白中国政策会被拜登政府放得更后面的位置，他们现在在重新过滤、审视、审查原有的政策，然后建立更清晰的政策框架，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中国做了那么多的主动积极的行动，拜登政府没有直接回应，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吧？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抱歉，我时间没有控制好，超了啊！明谢一下，刘玲谢谢 ，KDK 谢谢 ，Stephen 杨谢谢，杨林红谢谢魏唐谢谢。观点，听到沙利文说要重振美国民主基础，让美国模式闪耀，自由繁荣继续发光，这才是真正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可惜迟了4年，不过不晚。量子技术、能源科技，美国都是领头人，它会重回永远的灯塔。观点：沙利文今天的讲话感觉似乎是准备积攒对华谈判筹码，可能在与中国会面之前，拜登当局会有一系列强硬措施。我觉得你理解错了，你理解不对。这跟对华谈判没有关系，这是美国的国策你没有对我之前讲的这番话理解正确这不是我要想说的观点：各处政客的特征之一就是渴望更大的权力，集权体制的权力可以简单的用专制获得，民主政体里则常常是把选民的某种担心延伸成恐惧，而获得选票并达到增大权力的目的。气候变化危机就是民众担心环境污染夸张升级而来。看看全球眼下各地最贵的房地产几乎都是在海边，多名美国一流政客也是一边高调宣称海水入侵海岸线，一边在海边购买豪宅。什么时候海边房价低于内地购买时无法得到贷款，全球变暖的共识才是真正的达成。 OK， 观点：我想拜登当局的气候政策有可能推高能源价格，在国际上可以拉住欧洲，同时稳住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离间中共盟友和中共的关系，并且高油价对现在的中共杀伤力很大，不知是否正确。油价是短期效应，然后这个拜登的气候政策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我们不能用短期的效应来分析长期的政策，所以他也不会，我觉得他的着眼点也跟油价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考虑油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匹配的事情观点：关于气候问题，是不是这届政府找到一个能让各界主力都没有那么多的杠杆点，用气候问题形成对企业的制约，用新的环保政策应对标准，钳制现在不受约束的中国商品，然后迫使产业链更主动的离开中国。哇，这绕得有点远吧怎么钳制中国的商品呢？气候跟商品连在一起怎么连呢？我不理解，你商品上面怎么去反映气候的这个政策？没理解，你要讲清楚一点好吗？观点：美国气候政策的理解，一是解决气候问题，加强盟友关系；二是用新能源压制俄国石油经济；三是以绿色经济为借口从华撤出产业链。最核心的是保护环境，刻不容缓。观点非常同意。想要脱钩的是中国这个结论。从2012年起，中国政府就采用给评审专家开会授意的方式，借斯诺登事件让政府尽可能不要采购美国的 IT 设备。所谓的去 IOE 政策，这些政策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就是偷偷干，对中美对抗早就蓄谋已久。观点：我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但是以前供职的日本三菱商事的管理模式是学习哈佛大学指导的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的，每年都会邀请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管理职员进行为期3周的紧密指导。所以在我看来，川普半夜发推特这个行为打破了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程序，这直接导致其决定必然不具备严谨性。提问：拜登宣誓以后要团结美国，但是他上任以后就签署了42个行政命令，47个9天47个。请问王老师，这仅仅是纠错吗？还是表现出拜登政府其实无法弥合党派之间的政策意见的分歧，来通过国会立法？2点。第一点，行政命令不是国会立法，行政命令就是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所以行政命令是不需要国会立法，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弥合
党派之间的政策旗舰。为什么？因为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不会改变，所以他是没办法弥合的啊。所以拜登弥合不了，川普也弥合不了，里根也弥合不了，林肯也弥合不了啊。这第二个，所以你这里2个问题都不成立啊。观点：油价关系到 CPI 通胀率，经济还没有复苏，通胀上去的话 ，FED 被迫加息，美国经济就雪上加霜了，真怕这帮民主党人乱来。有道理啊，油价关系到 CPI， 但是我不觉得这么快就会影响到油价，因为我都上期我都说过了啊。第一个，拜登政府的这个能源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它不是一个上来一啪这个就关掉，那都不可能嘛，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这个长期的政策它会慢慢的见效，所以油价这么快有反应吗？不会的。而且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想一下，我们都说过了，这个在川普政府期间，石油行业申请了能够再使用13年14年的许可证，它已经全部批完了。所以未来13年，美国石油界不需要再申请许可证，就可以继续开采他们的石油天然气。拜登政府再怎么去限制它，影响都不大。所以油价政策，油价会不会影响，有多大影响？我觉得影响至少未来5年没影响嘛。那么下一任是谁还不好说呢，对不对？提问：我看到一篇向松作做的题为2021年中国经济新时代和新动力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目前力推新基建战略，他把新基建解释为华为 5G 网络铺设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产业的建设，并把内循环说成是并非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而是高科技内循环。请问王先生对这个说法怎么看？所谓的新基建真的能够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出路，还是另一场大跃进式的全民运动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向松做的这个演讲，我只看了一部分，我没全看。为什么？因为我看了前面的部分，我就觉得它的基础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基建一年是多少钱？但是我们也首先要知道基建的规模，你就知道基建为什么对中国经济重要，新基建为什么影响不大，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一年的基建投资18万亿，18万亿。所谓新基建大概是多少规模？新基建大概的规模是4000到5000亿。你想一下，你新基建一年也就4、5千亿的这样的规模，你跟18万亿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水平。这是第一。第二，所谓新基建的 5G 也好，这些各种高科技也好，它没有商业模式。没有商业模式是什么意思？没有商业模式就是它其实是属于风投范畴的事情。风投范畴的事情就是高风险、高失败率。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当然不能，它自己活下去都很困难，你怎么成为国家的基础？所以向松做的这个演讲完全失去了一个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上的一个分析的前提条件。所以这个演讲我觉得水平很差，所以我就没看完。我看了一段我就关了啊。所以这是不行。所谓的新基建其实没有理解在新基建其实找个由头去投资，但是传统的基建是很清楚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所有的一切都可预期。以 5G 为代表所谓的新基建，它的商业模式都还没找着呢，你怎么成为国家战略？
5G，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 5G 什么情况？你看看中国的 5G 现在产成啥样？我跟你讲，华为要败，就败在 5G 上。为什么？ 5G 如果它只是拿来给大家手机上个网快一点， 5G 就完蛋。为什么？ 5G 成本那么高，成本比 4G 要高多少？至少高20倍，它的成本要高20倍的成本。它的目标是做物联网，所有的冰箱跟彩电说话，它的目标是实现这个。但是冰箱跟彩电说话怎么挣钱你不知道，所以它到现在为止 5G 的战略还没有找到商业模式，结果已经几万亿已经投进去了，你怎么活？投进去的钱要折旧的，折旧怎么办？折旧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挣不着钱，所以这个是还早得很，还早。我就是很简单，就大家我们要再进行战略分析、战略讨论，必须理解我们在做战略分析、战略讨论的一些我们不说的前提。如果很多人连不说的前提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那我们的讨论就变成了刚才讲的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行政命令是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我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浪费时间了啊。观点 CCP 和中国人一体两面，分不开。习近平瓦解并无能清除 CCP， 能干掉 CCP 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这又陷入了悖论之中。你跟共产党一体两面吗？反正我不是，我不同意你啊。CCP 跟中国人一体两面，我认为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不同意啊。观点我更欣赏蓬佩奥的观点，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而不应只针对习近平集团，即使习下去了，另外一个集团就会上来。这是有道理，这个话就说的有道理啊。观点对于现在时事的各种观点，最容易的错误是不要花时间和中共谈判，事实早证明和中共谈判有害无益。跟中共谈判当然需要，谈判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平台，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有什么工具啊，不能把谈判变成一件事情啊，要把谈判目标变成一件事情。那么怎么去实现你的目标啊？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工具？你准备好目标，准备好工具，而且你认为而且你很清晰的知道你的工具是有效的，你跟他谈有什么关系？不行我就上工具，用中共的话叫什么？上手段，不听话是吧？上手段，拉出去灌辣椒水，中共就是这样，你也得有这样的东西，不听话是吧？上老虎凳。你能有这样的手段的话，你就跟他去谈判。你没有这样的手段，你跟他谈判干啥？所以前提要搞清楚前提啊。观点，我觉得拜登的新能源战略可能是针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做出的反制策略。怎么反制？一带一路其实是两样东西啊。第一样东西是什么？输出，叫剩余产能。中国最大的我们叫这个产能剩余是什么？是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就是原材料，钢铁、这个水泥这些第一产业，原材料的产业。原材料产业全是国企，国企就利用什么？国企利用供给侧改革，把私营企业赶出第一产业，赶出原材料产业，所以基本上国企把中国的原材料全部垄断了。全部垄断的时候，把他们赶走之后呢，然后政府就各种补贴，然后他就不断的扩大产能，发现，国内市场不行，不够了，经济又下滑，需求没那么大，那怎么办？输出呗，输出某一个国家又太少，怎么办？搞个大战略，一带一路。这个老少边穷的国家给他出口什么？出口原材料，那也没用啊。出口什么？出口基建要用原材料，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是蛮精妙的，让中国的这个基建企业跑到国外去搞基建，再进口中国的钢铁、水泥原材料，这不一举两得吗？这就是一带一路，然后顺便把当地政府搞定，把当地的这个各种有价值的东西占住，用这种方式来，这非常典型的陕北老农民的思维啊，不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一带一路，但你清洁能源、气候变化，我不知道它怎么关联起来啊。观点：拜登的新能源政策看似是个百搭的课题，团结盟友、制裁、贸易制裁等各种手段往里装，不管是进攻和防守。OK， 观点：美国2025制造啊，美国制造2025提得好，武汉病毒在美国流行就是一个证明。如果有更大的对抗发生，美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制造的流失也是美国中部地区衰落和 Trump 当选的原因。美国现在分裂的部分原因也是由此引起的。他说的美国制造2025并不是说美国要发展制造业。如果美国要发展制造业的话，美国你如果生活在美国，你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很多啊。为什么？美国就没有竞争力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美国发展制造业这个方向是错的。美国没有条件发展制造业，为什么？因为美国成本太高了，美国产业已经升级到这个地步，你让他再去做这个阶段的产业，他怎么做得起来呢？做不起来的嘛啊。但是当然会有一些局部的小的这个制造业存在，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国家的支柱产业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啊。观点：行政命令确实不需要国会通过，这也是美国总统一直比较谨慎使用的原因。拜登要团结，就应该通过两党在国会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立法，而不是直接签行政命令。OK。提问：我是欧洲留学的学生，最近朋友都说想回国打疫苗，似乎他们不觉得国内疫苗有什么问题，我听着也不敢说话，怕被他们怼。想问王老师怎么回复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人在墙外还对国产疫苗如此信任？因为他们用微信啊，他们肉身在海外，其实他们的灵魂还在大陆啊。所以他们这个情况不奇怪，大量的中国，所以我一直讲微信是毒药啊，它继续把它是一堵墙，把海外的华人继续拦在墙内，就是这样。你不能够单独解决这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洗着脑呢，你怎么解决啊？要整体的解决才行啊。观点：国内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对中共当局还抱有幻想。我曾经和这样的人有过争论，我说70年高度垄断权力，发生了那么多事，既有利益和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中共没有政治改革的退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对社会有不满，但是又对中共抱有幻想啊，这是洗脑的结果啊。观点：用现代文明的规则和土匪野蛮人是没办法打交道，赢的概率也不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自己，等待时间拖垮对方。独裁野蛮政权的特点是发展的最后经济板结，管权贵把持所有经济和财富，而不愿意让老百姓分利，就像明末一样，当官和皇帝只捐几百两银子的军费，被李自成抄家后超出万贯家财。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适用中共？提问：本人在国内长期受民粹主义教育，前天王先生提出民粹煽动性和危险性，请问王老师，香港精英主义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底层人民还是压力很大，公平和效率关系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民粹主义是一个诉求方向和诉求方式，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说我们只是陈述一个方式而已啊，所以煽动性，我们讲它的有很大的煽动性是它对民众动员的这种能力很强啊，所以有煽动性啊。那当然拿来做坏事也很危险。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这个跟香港的精英主义合理性在哪里？我不知道啊。什么叫香港的精英主义？我们经常喜欢自己发明名词，那你要解释一下给我听好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观点：新能源战略不是4年或者8年的执政班子能看到效果的。如果和中共对抗，需要类似当年冷战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我没看出来新能源能担当这种重任。OK， 观点：对于拜登政府的政策，我认为不用为他们解释太多，还是多看多听。那你就不让我做这节目了，我做个节目就解释给大家听啊，对不对啊？让听者自己去分析。我还是要做点工作嘛，帮助大家去理解嘛，对不对啊？明谢 James Wang，James Wang，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